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单程旅行社。人生就是一场单程旅行，乘车前记得按下订阅键，并且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哦。每年农历的6月初7、6月初8，在云林口湖都会举行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祭典。这个祭典拥有超过175年的历史，而且还被政府列为国家重要无形文化资产。你有听过这个重要祭典吗？千水撞是源自于1845年的一次台风。当时的台风引发了海水倒灌，从湖尾溪到北港溪、下湖口一带的9个村庄全部淹没，造成了将近1万人罹难。而这成千上万的遗体，既是乡亲们，但又难以辨认，所以当时的人们只好在4个地区分别挖坑埋葬这些遗体。因此，每年口湖乡、四湖乡的金湖万善爷庙、哈妈寮万善祠以及下寮万善爷庙都会一起进行千水撞的科仪，整个仪式为期2天，主要是帮亡者们超度。传承超过100年的千亡魂仪式，在历经时代的演变，也渐渐从宗教仪式转变成为整群乡民一起投入的民俗活动，甚至会有一些外地游客一起到现场参与。而为这一系列仪式拉开序幕的，便是打本大了。在邻近14个村落的村民们会在初7这一天准备丰富的饭菜，一起用扁担挑着饭菜走到庙前祭拜，体验早期农村的打本大的祭拜方式。现场除了年长的阿公阿嬷，也会有祖孙一起来体验，把这个特殊文化民俗活动传承给新一代。而接下来，村民们会从下寮万善祠到金湖万善爷庙进行放水灯的仪式。放水灯在台湾的传统节庆中是很常见的仪式。这些水灯有引路人的意思，代表着邀请各方水中的孤魂随着水灯以及鞭炮上岸。在民间信仰当中，这些孤魂接受普渡的时候，也需要神明来管制。在金湖万善爷庙旁会建立一座翰林院，由龙潭宫的主神玄天上帝做主，提供给上岸的水魂们借住1晚，一起迎接隔天的普渡。放水灯的同时，在下寮万善爷庙也正举行着万善同归的点灯仪式。点灯代表着提醒孤魂们要记得回来，而每一盏明灯为先人们照亮回家的路。放眼望去的一片灯海，也抚慰着这些水难的亡灵。在另一边，在哈妈寮万善祠的道场中举行着交下辈的仪式。这个仪式在传统的丧礼中也很常见。过程中，道士会演绎招训射马的情节，描述的是射官取得上天放射文的过程，在道场中来回穿梭，也就代表着连夜赶入、翻山越岭的含义。最后，所有仪式完成后，焚烧射官、射马，代表孤魂们赦罪成功。在金湖万善爷庙里供奉的是拥有9头18手的大万人，他是金湖人口中的大英雄。传说在发生水难的当时，他正准备回家拯救母亲，而途中听到了8个孩子的哭声，结果竟然一口气把8个小孩都背在身上。不料最后他还是在无情的大水中罹难。所以后人将大万人供奉在万善爷庙中，来感念他的英勇事迹。整场祭典的重头戏，也就是超度亡灵的千撞仪式。仪式开始前，民众会将预定的水撞统一搬到集合的位置。随着时代改变，将原本只有单一白色的水撞披上了五彩缤纷的色彩，也感受到这个仪式已经从一项丧葬活动转变成民俗传统活动。除了家家户户的水撞外，庙方还会另外搭棚架设公撞给民众转动。水撞下有各种招魂的物品，像是芭蕉、黑扇、水盆，还有公鸡。仪式开始的时候，庙方人员会先准备3生4果来进行祭拜，之后再由道长主持举行起撞仪式。香卡打给郎，
香树旁丢长，起来瓦沙瓦口清楚郎。在仪式开始前，道长会反复念诵这段话，这段话就是在呼唤水中的亡灵早日上岸。在仪式开始前，道长会拿着招魂幡招引水魂，并且开始诵念经文。当号角声吹起，民众们会开始绕着水状旋转，随着旋转速度越来越快，现场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，号召水魂尽数上岸。在转状的同时，公鸡啼鸣就代表着亡灵上岸了。庙方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大喊“画起来喽，画起来喽”。这个时候常常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，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民众会感应到有灵体的附身，激动地拔起水状，有的用冲的，有的用跑的，有的用跳的，冲入庙里向万善爷公交代事项。在禀报完事项之后，附身的民众会全身瘫软，表示不退嘎。庙方人员就会赶紧递上毛巾还有水，让民众在旁边休息，恢复元气。等到点状仪式结束之后，会进行倒状和烧状。庙方人员将水状聚集后推倒，代表仪式已经功德圆满，也象征让孤魂们各自回去应该要去的地方。庙方人员会将所有道坛上纸扎的祭品和水状一起烧掉，这也象征着整个千水状活动完整落幕。我第一次参加千水状的民俗文化活动，除了感觉到非常震撼之外，还有满满的感动。因为不管是在地的乡亲，或者是从其他地方来这里共襄盛举的朋友们，在一系列的仪式当中，所有的人都感受到这个仪式所带来的强大力量，也一起经历了文化传承的重量。千水状的仪式不但是当地居民感念祖先的方式，也代表了对众生的友情和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。过几天又是今年举行千水状的日子，不知道大家也去参与过这样的民俗活动吗？你的感想如何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跟我们一起交流。而如果你们家乡村庄也有特殊的科仪祭典，也欢迎跟我们分享。我是社长小冬瓜，单程旅行社，我们下次见。